电影世界里感人的很多，与亲人的，与爱人的，或是与宠物的，很多看完之后都能催人泪下。都说情感细腻的人看感动的电影都会流泪，我想90%的人都和我一样，很容易进入角色，然后会有很多情绪爆发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微观世界，本期我们来聊10大催人泪下的电影。第一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。2个天真无猜的孩子，一面冰冷的铁丝网，我想和你交朋友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带我去里面玩好吗？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朋友。导演马克·赫曼用孩子的角度充分诠释了2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残暴。或许种族主义可以被歪曲，战争可以被歪曲，但是2个孩子的友情怎么去歪曲？当小男主角最后穿过铁丝网，消失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，不知道即使是身为孩子父亲的纳粹军官如何诠释种族主义。影片的结局也是浑然天成，任何一个小孩被救都让人感受不到幸运，反而这样手牵手一起，才能让人感受到些许的温暖和希望。看着满屋子的条纹睡衣，我的胃已经在翻腾。第二，当幸福来敲门。这是一部很大胆的电影，直通现代社会的问题，同时它又很柔软，将一个底层人物的无助与幸福娓娓道来。主角克里斯·加德纳是个仅有高中学历的销售员，为了摆脱贫困，他在金融街横冲直撞，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股票经纪人。他像个无辜的人，在生存的夹缝中委曲求全又百折不回，爆发出了身体里强大的野心和拼劲儿。当我们凝神镜头里的慌张错乱、疲惫无助时，总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体会到了电影里每个人共通的悲喜。我们感动于这些人群写照，也试图探索如何成为被选中的人，但最终明白，无论幸福是否来临，人是不能自我放弃的。梦想、爱、拼搏都是克里斯人生传奇里的拼图一块，他们共同成就了他，为他赢取了开往幸福世界的一张船票。关于幸福，我们都曾焦心地等待或寻觅，寻找幸福的过程，与其说是对外界阻碍的抵抗，不如说是旷日持久的自我战争。我们需要从所有的否定中挣扎出来，接纳自己，永不放弃梦想和爱，长久而坚韧地努力下去。那么当幸福来敲门，门后一定站着一个足以拥有幸福的幸运儿。第三，世上最美的离别。很温情、很催泪的韩国电影，貌似是根据真实事变改编的。关于这部电影向我们表达的一个平凡，但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主题，那就是亲人。没错，亲人就在你身边。当他头发渐渐花白，当他的手掌不再细腻，甚至是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你会有多舍不得？一句影评就是：没有离奇的故事，没有好听的背景音乐，没有曲折的剧情，没有大牌明星，甚至演员都很平凡的一部电影，但是眼泪就是止不住的往下掉。人为什么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呢？不是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？我们大多数人基于本性，精致不精致暂且不谈，但或多或少利己主义。可是有的妈妈呀，她们的一生不是在操劳，就是在操劳的路上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儿女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而有些更可悲的是，这些所有的付出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。凡是你能做到的就尽力去做，你受到了多少疼爱，至少要报答他1/1000的疼爱。第四，剪刀手爱德华。电影里主人公爱德华心地善良，却不善表达。他爱上了一个如冰雪般美丽的女孩，却因为奇特的相貌和一双锋利的剪刀手尝尽世间的冷暖。在意识到自己并不能给爱人带来幸福后，爱德华离开了女孩，在他看不见的角落里默默祝福她，也守护她。这是看过最好的影片，当时看的就是一乐呵。前几日又重温了一遍，眼泪一直在打转。如此纯洁简单的爱情是我们都向往的，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抱你呢？
如果我没有刀，我就不能保护你；如果我有刀，我就不能拥抱你。这个城市看不到雪，我为你降一场雪。每一片雪花落地，那都是在说我爱你。我现在已经是个老妇人了，我只愿他记得我当初的样子。忽然翻出来一部老片子，也不算老，荧幕上的主角都已不再是少年，可就像影片最后，有的人还是跟最初的样子一样，什么都没变；有的人已时过境迁，改变了容颜和心路历程，可想起这段故事时，依然永远年轻。第五，初恋这件小事。清新唯美的泰国电影，让人很是回味我们已经成了过往的初恋。女主角小水是一个皮肤黝黑、成绩中等的初中女孩，她偷偷爱上高大帅气的高一学长阿亮。为了能与阿亮匹配，她想出许多方法，让自己变得更优异。与电影《最好的我们》所不同的是，这部电影拍得很阳光，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画面镜头，都没有丝毫阴郁的部分。初恋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不仅仅是谈一场恋爱，感受那些又甜又酸的小情绪，你还要成长啊！看看女主角小水，为了让自己变白，认死党在自己的身上贴满皂角；为了让牙齿整齐，戴上牙套，把牙医的门敲得梆梆响。而这些还是外表的转变，更重要的是内在。她开始专注功课，争取拿到全校第一。当然，这也是有了爸爸的激励。为了做好仪仗队的领队，她日夜苦练，最后以最美的范儿赢得全校人的尖叫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小水在付出如此多的努力的时候，我们都能看到有阿亮的目光注视。什么叫初恋？这就是呀。不过，如果现实中真有这样一个男孩这样看着我，会逃跑的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这么懦弱，我只适合暗恋。当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一一实现时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小水是如此清新亮眼，我们还能相信这就是最初我们看到的那个皮肤黝黑、有点龅牙、戴着黑框眼镜的小水吗？愿我们在这部影片中都能汲取到成长的美好，都能 get 到初恋的情怀，也愿我们都能像小水一样遇到自己的阿亮。初恋这件小事，我们都曾经历过，那些又甜又酸的小情绪，酿就了如今坚不可摧的我们。而这些正是这部影片带来的含义。第六，天堂电影院。天堂电影院的故事讲述了成长于西西里小城的男孩托托50余载的光影人生，也串联起意大利自二战后数十年来的社会变迁，而这也是来自西西里的托纳多雷的个人成长历史。剧场版中，托纳多雷剪掉了托托长大成人后与旧爱重逢的爱情戏份，而更多保留了托托童年与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。相信每个人都能从这些影像中瞥见属于自己的影子，而这也是天堂电影院最大的魅力之一。童年时期对梦想的期许与痴迷，少年与青年时期伴随着成长而来的阵痛，人到中年时回望往昔，发出无限的唏嘘与嗟叹。托托漫长的人生生涯由电影交织在一起，而电影本身既是故事的讲述者、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，甚至是故事最重要的主角之一。在天堂电影院中，托纳多雷毫无保留地表达出对电影的热爱与情怀。电影院被刻画成一座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这里为人们提供慰藉，抚平现实世界带来的伤痛与愁苦，也赋予了每一位观众平等的权利。当灯光熄灭，荧幕亮起的那一刻，影院便不再有阶级高低贵贱之分。影片中的电影院经历了2次衰败，一次是被大火吞没，阿尔费雷多的眼睛受伤而无法再放映影片，小镇居民们望着成为废墟的电影院无比感伤，连最严肃的教士也高喊着我们的电影院没有了。这是对小镇的电影集体经验的追忆，是小镇居民们作为迷影集体对电影消失的悲伤和惋惜。这是一部让你回味一生的电影，你的一生所走过的影子在这里都能找到，你小时候的天真，你的成长，你的抉择，你的工作，你的爱情，当然还有那个你生命中的导师，
永远陪伴着你。第7，开心家族。开心家族讲述男主是一个特别消沉的人，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自杀。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没有意思。一天，他决定喝安眠药在家里自杀，但是就在他准备自杀的时候，房东打来了电话催他交房租，这更坚定了他自杀的信念。但是这时他发现他喝药的水居然没了，于是他只能干吞安眠药。就在这时，房东进来了，房东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，男主就没有自杀成功。但是他喝药的水去哪里了呢？原来是他死去的4个家人将他的水给轮流喝光了，让男主没有水喝药，才让房东及时的救了这个没有活着意志的男主。男主在医院醒来，突然发现有4只鬼一直跟着自己，一个年老的爷爷，一个爱吸烟的大叔，还有一个小男孩，一个爱哭的阿姨。这4个人每天都跟着他，他刚开始觉得很害怕，后来居然习以为常。他去问大师，怎么样才能摆脱这4只鬼？大师说要实现他们的愿望。于是男主每天便想办法完成他们的心愿，这样他的生活也渐渐有了期待。而且男主还认识了医院的护工，他喜欢这个女孩，这4个鬼便轮流附身，让男孩展现魅力，这让男孩的生活变得十分有趣。他帮4只鬼完成心愿，老爷爷的心愿是一个照相机，小男孩的心愿则是看电影，爱吸烟大叔的心愿是有一辆出租车载着男主，而哭阿姨的心愿则是为喜欢的人做一顿饭，这让男主的生活每天都充满乐趣。开始我以为这是一部纯粹的韩国式搞笑电影，到了影片的中段就泪点不断，尤其到快结尾的时候，眼泪却再也忍不住了。总而言之，陪在男主身边不愿离去的竟是他去世的亲人，所有亲人的遗愿竟都是陪伴孤单的男主。车太贤的演技无可挑剔，很完美的一部老少皆宜的电影。第8，辛德勒的名单。在纳粹统治时期，种族政策要求屠杀犹太人，对军人而言，服从命令既是天职，然而人之为人的良知则要求这些德国军人应当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良知。片中大量运用了画面造型语言，如辛德勒第一次出场的镜头则是占画幅较大面积的单人镜头，通过构图强调主人公，又如镜头反复赋予辛德勒以主观视点，再次暗示他在场景中的控制权。构图是塑造人物和叙事的重要手段，通过明暗分布、视线方向、人物运动，暗示主次和事件发展方向，使人物从众多画面内容中凸显出来，运用了集中的构图原则。另外就是色彩对比，通篇无彩色的影片，小女孩的红衣成为了突出的色彩。红衣象征生命，在这样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，生命即是希望。一袭红衣的小女孩穿梭于人群，突出了战争片中对生命的渴望，对和平的渴望。点睛之笔恰到好处，镜头语言表达丰富。辛德勒观察场景时的视线运动，正反打镜头，形成了流畅连贯的视线的匹配，极具空间上的统一性。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亲情之作，人生必看电影。如果我卖掉这只手表，我还能救一个人；如果我卖掉这辆车，我还能救几个人。可是我却没有这么做。还是二战，还是纳粹，这次上演的却是拯救。在这部电影中，每个人都是人，犹太人和纳粹。悲剧在于，人类本身在这段历史时期失败了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。第9，泰坦尼克号。影片以1912年泰坦尼克号邮轮在其处女起航时触礁冰山而沉没的事件为背景，描述了处于不同阶层的2个人，穷画家杰克和贵族女露丝抛弃世俗的偏见，坠入爱河，最终杰克把生命的机会让给了露丝的感人故事。泰坦尼克号给了我太多的感触，记得15年前看这部影片时，被其中惊心动魄的场面震撼，偶尔也会在心中柔软的沙滩上留下一行足迹，而现在是完完全全的被他感动了，也将他深深地印入了记忆之中。
甚至在除夕夜放烟火时，看到那烟火在漆黑的夜空中上升、绽放，再落下，竟会想起泰坦尼克号遇难时船长发出的求救信号。烟火同样上升至辽阔的星空，绽放，落到无垠的海面上，而海上天真的小女孩因看到了美丽的烟花而高兴地笑了。想起来人觉得心痛，人的感触总会随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深。正如15年前的我只把泰坦尼克号当作惊险片，而如今却被它深深感动。15年后、20年后，一定会从这部影片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感悟。就像有的人说的，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，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，能遇上一个品格高尚、灵魂有趣的伴侣，才是一生的幸运。第10，忠犬八公，这也是根据日本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。八公是一条秋田犬，从日本一个寺庙运送到了美国一个小镇，半途逃脱了运送箱的束缚，在这儿遇到了他一生的主人教授。教授看到八公那高颜值的外表，也不忍心他流浪大街，把他带回了家里。他的妻子呢，非常的反对养狗这件事，但最后呢，还是把他留下了。有一次，教授他在看球赛，八公也在他旁边，最后他俩一块儿吃着爆米花，看着球赛。那一刻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最让我感动的是片尾，教授在教课时突然突发心脏病，没有及时救治。八公浑然不知教授的情况，也不知道教授离开了人世，只知道教授让他在火车站那里等着他回来，饿了就去旁边的店里要点。最后，教授的孩子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庭。可自从那以后，八公每天闷闷不乐，最后找准时机离开了家门，去了火车站。八公就把火车站那里当成了家，就盼着主人什么时候回来。这一等就过去了好几年，他每时每刻都盼着教授继续陪着他玩耍。这一等呢，就等到了他的后半生。那个片段我流出了眼泪，真的非常非常感人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这是一份纯粹的感动，洗去你多年尘世间的烦躁，跟着小八的脚步去了解什么是感动，什么是等待。看完这部电影，久久不能入睡。一条狗都能感动人世间，可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最后来说一下电影的艺术魅力。好的影视作品就像一面旗帜，会永远地飘扬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，帮助人们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从而去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。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些优秀的作品，也希望每一个看过的人都能从这部电影中汲取营养，从而去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唯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本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我们下期见。